我死了，穷死的，穷到连心心念念的火鸡面都买不起，在四面透风的茅草屋里咽了气。你真穷，你可后悔？我噙着泪，后悔，后悔。若再给你重来一次的机会，还没等虚空中那声音说完话，我壮着凌云道：我一定逆天改命，我命由我不由天。发一笔横财，我拨开乱作一团的人群。让！黎尚谦皱着眉头看我，上前一把推开我。你真穷，你闹什么呢？你妹妹把小文害成这样，你还有脸在这儿煽风点火？我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这人有病吧？我哪煽风点火了？我只是想回教室学习，他推我干嘛？我怒了，卯足了劲推了回去。黎尚谦没想到我会还手，倒在了身旁人的怀里，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像塔罗牌一样倒了下去。你真穷！身后传来了暴怒声。我恍若未闻，径直走向教室，打开课本。我要好好学习，以后挣大钱。我是重生的，上辈子是个恶毒女配，喜欢黎尚谦，一生致力于坑害蓝若文。当然，不止我，还有我妹，也是个恶毒女配，就和书里写的那样，男女主幸福的在一起。恶毒女配家破人亡，我比我妹好点，她先死的，我是后死的，不过死得更惨，穷死的。死后一团光找到我，说他是学神，可以让我重生，只要我拜他为师，好好学习，一定可以发财。我俩一拍即合，他送了我500套53，我送他离开。黎尚谦扶着脸色煞白的蓝若文进了教室，他俩座位就在我前面，我妹跟在他们后面，像饿狼一样狠狠盯着他们，坐在了我身旁。黎尚谦一巴掌就拍在我的桌上，你真穷，你幽兵，我跟你们两个没完。要是小文有什么后遗症的话，我告诉你们，他还没说完，我就一巴掌扇在了他天灵盖上。他缓缓坐下，瞪大了眼睛，捂住头看着我，活像是见了鬼一样。你真穷，你敢打我？你把我的笔记弄脏了。我皱着眉看着刚做的笔记晕成一团，焦躁万分，被我当着这么多人面拍了巴掌。他俊朗白皙的脸迅速涨红，伸出手想掀翻我的桌子，还想再挨一巴掌。他顿住了动作，阴郁偏激地盯着我。我妹一脸不快地瞪着我，揪住我腰间软肉。你真穷，你有病啊！你打尚谦干嘛？上辈子因为黎尚谦，你幽兵和我反目成仇，我俩见面不是掐就是打，后来多年没有见面，得知他最后的消息居然是病死了。现在看他这样生龙活虎的样子，不禁有些感慨。我捏了捏他浑圆的脸蛋，一脸诚挚。幽兵啊，姐真想你啊，姐这辈子一定带你走向人生巅峰。他挥开我的手，忙不迭将椅子往旁边挪了挪，鼓着腮帮子瞪着我。你有病啊！我没再管他，拿起课本开始预习下节课内容。黎尚谦见被人忽视了，还是被2个他的跟屁虫忽视了，气得咬牙切齿，狠狠地推了一下我的桌子，支我手上的笔在本子上划出一道痕迹，手上的拳头捏紧。蓝若文凄凄哀哀的声音打断了我酝酿好的拳头。尚谦，别怪你有病，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不关他。你这么小心，怎么会走路摔跤呢？你就别为这女的讲话了，不是她推的，还是谁推的？可是他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吵得我看不进书，我一巴掌拍在桌上，惊得蓝若文和黎尚谦一同看过来。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妹妹推了他？没有证据，空口污蔑是诽谤，我可以告你。还有蓝同学，你是结巴吗？10几岁的人了，连句话都说不清楚，你该好好去医院看看你的脑神经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你幽兵对我比了个大拇指，接着小人得志的奸笑了2声。就是结巴就去医院看看。黎尚谦气得满脸通红，说不出半句话，憋了半天只憋出了一个你。而蓝若文则一副受了侮辱的模样，趴在桌上哭了起来。黎尚谦不甘心地瞪了我俩一眼，小声安慰起他。你幽兵敲起了2郎腿，拿起书格挡住他的视线，小心翼翼地凑过来。姐，说他咽下口水，你是不是不喜欢黎尚谦了？我看你今天都动手打他2回了，你要是不喜欢他了，就别跟我抢了。你不跟我抢，我以后也不跟你作对了，行吗？我放下笔，语重心长道。你幽兵，一寸光阴一寸金，在读书年代，我们就要好好读书，不要想些有的没的。你有想过你以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吗？你要怎样的人生？难道是一辈子跟在别人身后没有自我吗？我双手压在他的肩头，说出了重点。姐希望你好好做人，努力学习。姐还指望你发大财呢。中间的话我咽了下去，现在说出这样沉重的梦想，我怕吓坏他。还没等他回我，阴阳怪气的声音就从前方传来。黎尚谦好不容易逮着机会嘲讽我们，当然不会放过。哈哈哈哈，你真穷，你疯了！就你这样，好好学习能学到哪去？2个卧龙凤雏，倒数第1，倒数第2也在这儿痴人说梦，一个敢说，一个敢听，真佩服你们，2个蠢货投到一家去了。我将桌子掀翻，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眼神中和黎尚谦打了赌。晚上回家，我妹哭丧着脸，
咬着牙。姐，你和黎尚谦打赌就打赌吧，我又没拦着你。但是为什么赌约是我这次的考试成绩保证不倒第一？我恨铁不成钢地瞪了他一眼。不考倒第一，你考倒第二不就完了？你连考倒第二的勇气都没有，乃至我妹在我的注视下把头摇成了拨浪鼓。没有，我咬了咬唇。别担心，我有妙招。我话音刚落，他眼里的光像36瓦 LED 灯一样亮起来。你要去偷试卷？姐，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爸妈走后，虽然你总是和我过不去，但是我知道我伸出上完厕所没洗过的手捂住他的嘴。停，别打感情牌。还有，你姐正人君子一枚，怎么可能干偷鸡摸狗的事？他眼里感动的泪花被熏得立马流了出来。哟，你以前也没少干过缺的事啊。不是，你这手碾过皮蛋啊，聪明如我，怎么会有个这么蠢蛋妹妹？我翻了个白眼，走回房间，拿出我的秘密武器。倪幽冰跟在我后面嘀嘀咕咕，到底什么东西这么神神秘秘？在他目瞪口呆的眼光中，我分享出一半53，250套53整整齐齐垒成一塌，交到了倪幽冰的手里。我不舍得看着他们，妹呀，这都是姐的宝贝，你可要好好对他们。每天做6套，别说倒第二，就是第二，你也可以拿下。倪幽冰眼角疯狂抽搐，他问我，那第一是谁？我雄赳赳气昂昂地挺起胸膛，当然是你姐我。他的沉默震耳欲聋。过了半晌，空气中传来他的肯定。6在我的逼迫下，哦不，在我的鞭笞下，倪幽冰已经能1个星期完成5套53了。据我的可靠情报，倒数第3名每天1大半的时间都在打瞌睡。以这样的势头下去，倪幽冰稳坐倒数第3的宝座。我也不甘示弱，每天都会坚持完成1套53。虽然错题大半，但是好在每隔1个星期，那团光就会出现一次，为我讲解。你真穷，这么简单的题你也能错？你脑子被猪啃了吗？天哪，代数你都能算错，这辈子你都别想发财了。每当我得了学神的谆谆教诲，就会将它传承下去。倪幽冰，这么简单的题你也能错？你脑子被猪啃了吗？天哪，代数你都能算错，这辈子你都别想发财了。沉浮在书海中的倪幽冰虚弱地抬起头。姐，我没想发财呀。不，你想。第二天，我却发现倪幽冰拿着53拍在他一众小姐妹的头上。这么简单的题你们也能错？你们脑子被猪啃了吗？天哪，代数你们都能算错，这辈子你们都别想发财了。小姐妹们在教室中迷茫地抬起头。冰姐，好端端的，你怎么逼我们学习呀？就是啊，我们没说要发财呀。倪幽冰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们。我以后是要考第2的，别人要是知道了我的集美们只能考200-300分，我多丢人啊！快点学，这是我姐总结的笔记，你们都抄下来，不错，孺子可教也。我摸了摸莫须有的胡须，悄声离开。2个星期后，月考到来。进入考场前，蓝若文状似担忧地看着我和倪幽冰。你们要不和尚谦道个歉吧？都是同学，他不会为难你们的。我还没说话，倪幽冰就撅着嘴开始了。哟，还上谦呢？你这会怎么不哑巴了？原来哑巴也对症下药啊！在我的严厉鞭笞下，倪幽冰这2个星期没有机会粘着黎尚谦。我明显感觉到他的智商都上升了不少，许多题目都是一点就通，嘴皮子的功夫也见长了不少。以往他都是被蓝若文气得哇哇乱叫，现如今风水轮流转，蓝若文气得在一旁涨红了脸，冷哼一声，丢下话就跑了。我看你们还能得意多久？倒数第1，倒数第2，黎尚谦上完厕所回来拿考据，狐疑地看着我和倪幽冰。若文呢？他不是说要和我一起去考场吗？你们又干了什么？我瞥了我妹一眼，看她又是一副谄媚的模样，准备答黎尚谦的话，赶忙把她脸捏成一坨，拉她出教室。黎尚谦跟在我们后面，一把拽住了我的手。喂，你真穷，我跟你说话呢。你聋了吗？别敬酒不吃罚酒，2道巴掌声响起。我甩了甩发红的手掌。黎尚谦不可置信地捂住自己的手背，我妹则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的手。不是的，我没想打你。不是的，尚谦，是你先拉我姐姐，我怕我姐受伤。虽然我很感动倪幽冰护姐的动作，但是她一副可晕发疯的扭捏姿态，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揪住她的耳朵，醒醒，你要是还考倒第1，你就要和你姐一起围着操场裸奔了，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妹立马换了一副嘴脸，回头冷冷地看了一眼还沉浸在震惊当中的黎尚谦。黎尚谦，你真恶毒，居然想出这样的赌注。今天的我你爱答不理，明天的我你高攀不起。姐，我们走。说完，他就拉着我奔赴考场。考场上，我掐着时间看做完试卷时已经是满头大汗，也不知道倪幽冰考得怎么样。这次的试卷还算比较容易，有好几个题型之前考神都和我讲过。出了考场，我远远的就看到愁容满面的倪幽冰，心中一凉。不会吧？考砸了！倪幽冰走近，将头埋进我的36弟里。姐，别说话，让我埋一下。他颤抖着双肩，一副崩溃男人的模样。
渐渐的，我发觉有些不对劲，从我的胸前竟发出了桀桀的怪笑声。姐，黎尚谦要裸奔了！我还没看过他的8块腹肌呢。不知情的黎尚谦和蓝若文恰巧经过我们身旁，黎尚谦不屑地嗤了一声：“早就说了，你们两个废物不可能赢我的。现在给我道歉还来得及。”蓝若文一改往日的和善面孔，捂住嘴在一旁偷笑。我冷冷呵斥一声：“滚！我后悔了，后悔没把蓝若文也扯进赌注了。上辈子他没少挖坑给我和倪幽冰跳，那会儿他总是一副可怜模样，欲语还休地指着我和倪幽冰。实际上我和倪幽冰是有欺负他的念头，还没实施呢，他就先把我俩给坑了。大学毕业已经开了公司的黎尚谦一见他的宝贝被我们欺负了，就想方设法地打压我们，最后没有一家公司敢聘用我，就连我找个扫大街的工作，他都会找人把我给开了。不过这辈子谁能飞黄腾达还说不定呢。”教室里闹哄哄的，因为今天就是放成绩的日子，周围多数都是嘲笑声。看啊，这俩姐妹还在等反转呢，哈哈！就她们平均每门30-40分的成绩，还想逆转，做梦呢！没想到两个大美人要裸奔了，哎，还有倪幽冰的小姐妹们与人分庭抗争的声音。闭上你的大狗嘴，呲个牙就会叫。你主人还没发话呢，你就这么着急护主啊？倪幽冰紧张兮兮地搓着手，似是有些坐立难安。黎尚谦像是早就猜到了结局一样，阴阳怪气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现在就是你们跪下来跟我道歉也晚了。”我握住倪幽冰的手安慰他：“别听他的，相信你自己。再气我打烂你的嘴！”我爆吼出声，周围安静了，只听到我妹小小的声音响彻教室：“不是的，姐，我就是一想到等会我要在万众瞩目下装 X 了，有点紧张。”教室里瞬间炸开了锅，响彻天地的嘲笑声扑面而来。哈哈，倪幽冰是真的病得不轻啊！他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的呀？他还要不要脸啊？蓝若文平时蚊子小的声音，今日都大了几倍不止。倪幽冰，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说这么粗鄙的话呢？我皱了皱眉，打断他，就说：“关你什么事？不口吃了，安静，都像什么样子？吵什么呢？”正当我还想还嘴的时候，老班及时赶到，抱着厚厚的一叠试卷进来了。黎尚谦趁机回头撂下狠话：“你真穷，倪幽冰。你们两个就做好当学校百年笑话的准备吧。”我毫不在意地耸耸肩，上辈子我已经当过笑话了，这辈子勉勉强强当个校花还差不多。一张一张的试卷下发，老班推了推厚重的眼镜，犀利的眼光扫射过来，我毫不畏惧地迎上去：“倪幽冰，你真穷！”我妹机械地起身朝讲台走去。这次你们两个很有进步啊，终于不是倒数了，一个432，一个478。再努把力，争取考个1本400多的成绩，可以在班上排名30来名。这次的赌约，谁赢可想而知。我妹如她所愿，在众人面前狠狠地装了一把，并且放话，她下一次考的分数一定比这一次还高。我随意地望向黎尚谦的方向，果然看到了他面如死灰的神色。对他来说，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无异于在众人面前刮了他一耳光。我的眼里是幸灾乐祸，可倪幽冰的眼睛里我是色魔4个字呼之欲出。废什么话呀，快脱，快点！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黎尚谦，搞快点！万众瞩目下，一名妙龄女子竟当众逼着男子脱衣，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我妹推搡着粘成了小白鸡似的黎尚谦来到操场。黎尚谦脱掉上衣，露出了他一块肚子。我眼见着我妹眼里的期待落空，她咂巴了2下嘴唇：“算了，别奔了，没看头。散了，姐，回去吧，再给我几套53都比这好看。”随着他话音落下，黎尚谦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变红，他暴跳如雷，大喊：“倪幽冰，你欺人太甚，是可杀不可辱！”我抬眼看过去，不，这叫得饶人处且饶人。围在一旁看戏的同学一见没了热闹，一哄而散。就在这时，蓝若文姗姗来迟，拿着校服就盖在黎尚谦的身上，抽噎着倒在他身上。尚谦，我来晚了。若文，没关系，我愿赌服输。他们太过分了，怎么能这么对你呢？我妹鄙夷地说。小心他们几个早就发现你在操场后面的器材是躲着了，你是见风头过了特意出来的吧？蓝若文身体一僵，指着我妹就开吼：“你胡说！趁着他们兑现的机会，我跑了。”我带着老班赶到的时候，我妹已经在黎尚谦和蓝若文的声讨中落了下风。蓝若文眼尖，看见老班就想告状：“老师，他们刚刚我早就猜到了他会这么干，所以先他一步叫出了声。老师，他们早恋！天哪，他们居然还抱在一起！哎呀！”非礼勿视，非礼勿视。于是老班提着2个小鸡仔回了办公室，批评教育，请家长3步骤，一个也跑不掉。我和倪幽冰相视一笑。自从黎尚谦和蓝若文被请了家长以后，他们的座位就被拆开了。我和我妹也终于清静了一段时间。
你幽兵的小姐妹们在我们的带动下也做起了午餐。学神给我的笔记，我打印出10几份，都给了他们。周末，那团光再次出现，这次光团大了不少，也亮上几分。学神的语气终于高兴了一回，没想到教你这个蠢货，还能收这么多信仰之力。再接再厉，以后2天我就会来一次，2天一小考，3天一大考。我拦住他，2根手指乱颤。懂的人都懂。学神，我努力这么久，是不是应该给点奖励？你不是说要带我走上致富之路？给点这个啦！光团停住，我只是学神，不是财神。你学疯了！我愣住，发现他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他又给了我500套试卷，全是历年真题，甚至连清朝科举考试的题目都有。这下我真信了，他真是学神。我和你幽兵在学神的培养下，从班级前30挤进了班级前10，又从班级前10挤进了年级前30，又从年级前30挤进了年级前10。班上的同学都惊诧于我们的开窍，却不知每天晚上熬夜写试卷困顿的时候，我和你幽兵对着给对方大笔豆子才能保持清醒，继续学习。为了感谢学神的帮助，我和你幽兵在路边捡了泥巴回去，捏成了一团，和爸妈的照片摆在一起上供。我还记得捡泥巴时，刚好碰上了经过的蓝若文，他捏着鼻子怪叫：“什么臭乞丐，离远点，家里活不起了呀，出来捡泥巴吃。”其实我妹也不知道我捏的是学神，但是我说了这是有用的东西，她就不问缘由的与我一起干。这一次，我妹出乎意料的沉稳，她没有理蓝若文，只是刨开了泥土后就对我笑了笑：“姐，好了，回家吧，这些应该够用了吧？”我看懂了她眼里的含义。此时的我们已经有了新的台阶，新的目标，无谓于做这些口舌之争了。高考在即，年级前10的我们刚得到老班的消息，下个月有物理竞赛，得了名次可以为高考加分，让我们好好准备。原以为这次竞赛只有前10的学生参加，谁知道他们怎么会在这儿？我妹指着蓝若文和黎尚谦问此次负责接送的老师，接送老师也不清楚里面的内幕。这次参赛的人员名单都是由上面统一审核，如果有意见就去问你们班主任。我拉下他的手，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拉着我妹就上了车。我妹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上辈子黎尚谦能那么快创业成功，就是因为他有个有钱的爹给他做投资。有钱能使鬼推磨，把他儿子塞进这个比赛里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再在他儿子的请求下多塞进一个蓝若文也不难办。可蓝若文不知道里面的内幕，还以为是学校多方评判，认定他也是符合此次参赛资格标准的人员。他像孔雀开屏一样坐在我的后座，黎尚谦就坐在他的旁边。他刺啦啦的声音响在我的后背：“你们真是走了狗屎运，不然就你们的成绩怎么进得了这次竞赛？”我好整以暇地瘫在座位上，以我们的成绩进不了，以你的就行。别忘了，我们已经不是倒数了。我妹本来就一肚子气，觉得不公，听他这样挑衅，哪还受得了？蓝若文，你是不是眼睛瞎了？看不见这次月考我和我姐的名次？她年级第3，我第8，你一个年级70多名的也敢说我们的成绩不配进竞赛？真是不知者无畏。黎尚谦安静地听着我们你一言我一句，没有说话。只是当蓝若文还要再争辩什么的时候，他带着不容置疑的味道呵斥了一声：“够了，你是来竞赛的还是来跟他们吵架的？”蓝若文立马委屈巴巴地看着他，噤了声。竞赛结束以后，我在另一栋教学楼下面等我妹，只见她脸色有些发白，我走近扶住她才知道她在考场上来月事了。我让她去厕所等着，在商店里买了卫生巾给她送过去。整理好了以后，到学校车辆接送的地点时，才发现学校等竞赛学生的车子早就开走了。我妹咬着牙，额头上沁出大颗汗珠，一定是蓝若文和司机说我们先走了。我之前在厕所还看到了蓝若文，他明明就知道我来那个了。我拿出纸巾擦去他头上的汗，有些心疼。自从我妹成绩上来懂事以后，我就把家里的经济情况和他说明。爸妈出意外走了，走后肇事司机赔了一笔钱，虽然不多，但是足够我们2个支付学费和平时吃穿了。之前我们迷恋黎尚谦不务正业的时候，大手大脚的花费了不少，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只够用到高中毕业的。大学学费还得等我们高中毕业以后自己去挣。我妹知道以后变得拮据不少。现在校车开走了，这儿的考点离我们所在校区打车费就要100左右，对现在的我们来说算贵的，所以幽兵才会那么气愤。我摸了摸她柔软的发丝，等以后我们考上了大学会好起来的，相信姐姐。她抬头看我，全身心依赖的模样和小时候的小面团重叠。你幽兵抱住我，嚎啕大哭：“姐，你真好！”我一把抓住了她想偷摸将鼻涕擦在我身上的手。竞赛结果出来那天，老班把我们4个都叫去了办公室。不错不错，咱班出了2个名额，都是得奖的。尚谦这次得了第1，
高考得加不少分哦。真穷啊，这是你的成绩，你看看，第2也很不错啦。我挑挑眉，有些意外。我的物理并不是很突出，平日里基本上都靠熟能生巧的练习，才没有拖垮整体分数。黎尚谦这人虽然不怎么样，但是单拿他的物理水平来说，确实可以在年级排得上称号。所以这个结果我已经很满足了。老班还想说几句安慰另外2名陪跑人士，我妹却毫不在意地挥挥手，不留下一片云彩。我姐拿名次就是我拿名次，只余下蓝若文一个人愣在原地白着脸。当初有多看不起我们2个，现在他就有多打脸。出了办公室，我拦住了他。黎尚谦许是怕我欺负他，想过来阻隔我们。我直接单手拎起蓝若文奔向女厕所。那天你知道幽冰来了月事，故意让司机把车开走了，我双手环抱挡在了厕所门口。蓝若文低着头捏紧了他的裙边，默不作声。我继续问，我妹说你在厕所看到他了，也知道他来月事了，对吗？所以你没和老师说，也没和司机说，直接让他们开走了。那天回来打车只花了50来块钱，因为我妹在半路叫停了司机师傅，她舍不得花那么多钱，剩下的路程是我们2个走回来的。第2天我妹就去问了同参赛的其他同学，他们说是蓝若文告诉老师说我们2个已经被人接走了，说不用等了。在我一而再再而三的逼问下，蓝若文爆发了，是我，那又怎么样？你们平常那样欺负我，还不准我报复回去吗？她裙子上那么多血，谁知道那是月事还是柳帕？一巴掌下去，女厕所重归寂静，胸腔升起怒火，我一把揪住她的衣领。你说的欺负，是指你自己摔倒了，却欲盖弥彰的推脱与我妹妹有关系吗？还是那天你自己没坐稳摔下去，碰巧我妹妹的脚碰到了你的凳子，你顺理成章地说是她踹了你的凳子，才导致你摔下去的？又或者是你怂恿你的护花使者来找我的麻烦，被我妹妹臭骂一顿的事？面对我的怒火，她无力地软了腿。我放开手，她跌坐在地，尖叫起来：你胡说！你胡说！都是你们的错，是你们先欺负我的。你们喜欢黎尚谦，黎尚谦喜欢我，你们才这么欺负我。就在这个时候，听到尖叫，黎尚谦终于打破他内心的矛盾，冲进了女厕所。一进门，他就看到蓝若文脸上的巴掌印以及皱皱巴巴的衣领，想也不想就朝我冲来。你真穷，你还是不是人？她只是个柔弱的女生，我下意识地抬手抵挡，她的巴掌落在我的手臂上。当时我倒吸一口凉气，这力度可比我大多了。我的手臂上立马浮现出红色血痕，我发了狠的用头撞向他的下巴，他往后踉跄了几步，我赶忙朝外跑去。走廊上，我状似惊慌失措的乱吼乱叫：救命啊！有变态！男的进女厕所了！变态呀！周一的升旗仪式上，某谦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检讨了自己身为变态的错误行为。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千方百计地躲着我，就是走廊上远远看到我都绕道走，好像我是那活生生的瘟神。当我妹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时，她没有再为黎尚谦讲话。我恋爱脑的妹妹终于开窍了，我高兴地想买一个蛋糕回家庆祝，她心疼地拉住我：姐，我早就不喜欢他了，家里都这么穷了，你还买蛋糕干嘛？我笑着压下她拉着我付钱的手，我们冰冰这么有出息，以后一定能赚大钱。现在买个蛋糕而已，以后赚回来就是了。为了庆祝她的新生，也是庆祝我的新生。切蛋糕的时候，那团光就在家里泥巴团上面闪耀。做了我学神的徒弟，以后一定有出息。别说一个蛋糕，就是千万个蛋糕也买得起。放心大胆地吃。末了他叹息了一句：傻孩子，刷试卷做题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高考。高考那天早上，我早早的就做好了早餐，一根油条，一根面，一个鸡蛋。我将面弯弯曲曲地摆成5的形状。我妹顶着鸡窝头看着桌上的东西，感动得几近落泪。姐，你真有才，还好不是我做，要是我做，肯定是一根油条2个蛋。你100我100，直接回老家种田。我拍开她的手，叫她去洗手。去，乌鸦嘴考场上，我拿起笔认真应对。虽然上一试已经考过了，但是那会我压根没好好学过，连高考考的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现在的我已经可以沉着应对，避开题目的每一个坑了。成绩出来那天，我和我妹对着爸妈的照片和那团泥土，真诚地做了3个亿。姐，你724分。我笑着朝我妹报出她的分数。你也不赖，708分。当我感慨于我们终于有一个好未来时，我妹一把抱住我又能和你在一个学校啦。我啼笑皆非，原来她在乎的是这个。高考结束以后，我和我妹就在咖啡店里找了2份暑假工。老板是我妈年轻时的朋友，给我们开的工资比一般的暑假工都高不少。咖啡店的门被推开，我和我妹同时翻了个白眼。黎尚谦和蓝若文相携手，一副甜蜜的模样进了店。蓝若文看到是我们，立马拉住了黎尚谦，想往外走。
黎尚谦却上前甩出钞票，2杯卡布奇诺，要糖要冰。如果味道不好，我就告这家店虚假宣传。我反问，你知道虚假宣传的意思吗？味道不好和虚假宣传有什么关系？黎尚谦许是昏了头，只想找我们麻烦，梗着脖子说，反正你们2个要是做的咖啡味道不好，就给我一直做到我满意为止。我妹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你是高考没我俩考得高吗？嫉妒我们才这么刁难吗？哦，你才考了600多分吧，而你旁边这位小姐好像才520多分。啧，真配。我记得刚开学的时候，还有人嘲笑我和我姐是倒数呢。谁能想到，现在有些人连倒数也比不过。他每说一句话，蓝若文的脸就白上1分。向来高傲的蓝若文当然不允许一个他平日看不起的学渣踩在他的头上。尚谦，我们走吧。我们不喝这家的，换家喝。我不喜欢这家的咖啡。在蓝若文的央求下，黎尚谦不甘心地瞪了我们俩一眼，就要拿钱转头离开。等等，我叫住他们，眼疾手快地抽过他手上的钞票，拿出2杯做好的咖啡。已经做好了，退不了。不要说2杯咖啡的钱你都出不起，出不起的话，同学一场，我和小兵就替你们出了。此话一出，黎尚谦气急败坏的就要朝我们发怒。我指了指台柱上的提醒字板，他一脸憋屈地咽下了嘴里的话，请勿大声喧哗，吃了个闭门羹。黎尚谦2人咖啡没喝几口就跑了。再后来，我听说他们黎尚谦为了能和蓝若文上一所大学，硬生生从重点高校跑去了一个普通本科，给黎家老爷子气得不轻，直呼要和他断了父子关系。与上一世的发展全然不同，上一世黎尚谦与蓝若文是一同进入了一所重点高校，他这一世的跳板远不如上一世，自然也不可能创业创出火花，反而在大学毕业后与蓝若文早早结了婚，泯然众人矣。在老板阿姨的帮助下，我和我妹成功的赚到了大学的学费，期间有什么零碎的活，阿姨也会通知我们。我妹进了金融系，我进了医学系。她问我，姐，你不是要发财吗？我如当初一般语重心长地握住她的双肩。此时我终于能说出我的梦想了，姐指望着你发大财呢。姐学医，你打工赚钱，你身体垮了，姐给你治好，你继续打工。我妹当时跳起来，指着我鼻子就说我不是人。我嘿嘿一笑，坦然接受她的夸奖。大4，我妹承载着我的梦想走上了创业之路。在1年又1年的经济发展之中，她毅然崛起，稳坐是首富位置，而我也进了市中心医院，爬上了主任的位置。待公司上市时，她却将手里的股份全转给了我。那天晚上，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做了一个梦，梦到我穷死了，他舍不得我过苦日子，反正他把股份给我，也可以花我的钱，一回事。再后来，那团光也消失不见了。有一年回到老屋清理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当初我们拜的那团泥土蜕变成了2个泥人的模样，一对夫妻抱在一起，微笑着看向前方。我笑着笑着就哭了，哪是学神救了我，是父母的爱救了我呀。